卫7号的使命是对抗致命的极端天气。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台湾与美国携手研发最尖端的卫星系统。It will carry the most sensitive GPS receiver ever made for a spacecraft. 它将颠覆既有天气预测的极限。降雨的地点跟它的量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掌握。台湾太空中心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进行设计、组装、整合与测试，但在终点线前等待他们的是严苛的验收考验。Pre-shipment review 就是运送前审查这个会已经盼望很久了，因为你要过了这个会议呢，你才有可能把卫星运送到美国准备发射。福卫7号，美国称之为 Cosmic 2， 要在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但首先，团队必须证明卫星达到可以发射的标准。就在太空中心的总部，来自美国的评估小组整整花了3天，仔细查核福7工作团队。终于，装运前的验收宣告过关。其实你在简报完之后，你就可以感觉与会的人员他们的反应。其中有一个就跟我讲说：“哎，我准备得很好啊。”其实那个就还蛮开心的。我们2、3年前就准备 ready 要开这样的会议 ，PSR 最后可以通过，其实是很高兴。对整个团队来说，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了回报，6枚卫星终于可以装运了。他们必须赶在72天装运期限内，将所有设备打包完毕。先车慢速下。287.1。张展鹏是福卫7号计划机械工程师，负责装运前所有的关键测试，从组装测试程序到每个连接处的螺丝数量，都要确保没有任何差池。Check 大概3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干涉；第二个，看看时程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因为在发射场其实那个时间是很短的。第三个就是看它的流程对不对。这一天，他们正在确认燃料装填的时候连接环的密合度。停！但就在螺丝帽对准孔洞的过程中，碰上了棘手难题。刚好 overlap 大约2-3 mm 左右，我不止会撞到，大概会。连接环可能会伤到卫星突出的零件，他们仔细地在需要调整的地方标示了记号。张展鹏立刻通知了计划主持人朱重慧，他们必须联络英国的连接环供应商。运送日期迫在眉睫，连接环的规格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快。福卫7号可以大幅增进人类对大气的了解，改善对热带风暴等极端天气的预测。福卫7号还有一项压箱宝，那就是观测太空天气。太阳和宇宙辐射会让电离层产生扰动，虽然这能造就难得的极光美景，却也能对无线电通讯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造成极大的干扰。全世界都仰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GPS。为了精算出所在的位置，接收器要能同时确定与好几个卫星的距离。当电离层扰动影响讯号的时候，定位的运算就会失准。对飞行来说，导航系统有误可是攸关安全的大事。在台东的这所飞行学校，一群未来的机师努力学习飞行准则。必修的一课就是导航系统。Th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provides numerous advantages to pilots. First and foremost is the fact that we are able to navigate direct to a point, reducing, for example, the cost of that operation, reduce the time that we are flying.
飞行教练正在模拟舱内指导学员卫星导航的功能。飞行模拟软体也能利用卫星讯号计算出速度跟高度，它能显示正在接收哪个卫星的讯号以及讯号的强弱。At all times, we are fully aware of what is our location. In case we have a failure of a system or an engine failure, we can advise ATC what is our location for the search and rescue. 一旦学员们准备就绪，就能透过实际飞行训练验证所学。Okay, so 3, 2, 1, and let's go. So this is the island of Taiwan. This is our GPS. We have 2 GPS receivers that are right here on top of our head. MS999, you are radar contact position now over 绿岛 level 4000 feet. 飞机上的 GPS 是要保证安全，所以我们设了非常多的机制，在做很多的运算。那个就是要确保我们现在使用的 GPS 的资讯是正确的。詹绍勋是成功大学航太系教授，也是导航系统的专家。2003年 Halloween 的那个 Ionosphere Storm， 在10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电离层风暴来，那个时候中断所有的卫星的导航服务。这是一个严重的警讯，太空天气真的会引发危机。他们安全降落，正如同全球每天约10万架次的航班都仰赖着卫星导航，顺利完成飞行任务。如果福卫7号能告诉我说，在这一块的卫星会受到电离层的影响，那我的接收机就可以选择说，这一块里面的卫星我把它排除掉，我只用这一块的卫星，这样子我就维持了我的卫星导航的效率跟定位精确度。而福卫7号的终极目标，就是将太空天气预测变得像日常的气象预报一样，让人类掌握先机，迎战下一次剧烈的太阳风暴。成功大学的团队钻研太空天气，希望有朝一日能预测太空天气的变化。我看一下这是昨天的影像而已。他们利用特殊的摄影技术研究电离层的扰动现象，并且透过实验观察电离层扰动会让卫星导航产生什么样的错误。成功大学林建宏教授是太空天气专家，他期待可以取得更精确的电离层数据。福卫7号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可能是全球可以提供最精细空间跟时间解析度的电浆炮观测。地球磁场的赤道附近每天都会产生电浆炮，太阳风暴则会影响整个地球。福卫7号可以观测所有的这些变化，而无线电眼星技术除了能搜集大气资讯，也能用来量测电离层的电子含量。卫星通过地面接收站上空的时候，无线电射频信标仪会向地面站发出讯号，这就产生了一次电磁活动的记录。离子速度仪则会侦测卫星所在位置的离子活动。福卫7号是全世界很少有的太空天气，然后有即时作业化的观测资料。我们就与太空中心合作，我们去建电离层太空天气预报模式。这让太空天气的预测技术指日可待。林建宏所领导的团队与美国海洋大气总署都希望面对未来太阳风暴来袭，福卫7号能让人类做好准备。就在太空中心的整测厂房之内，夫妻团队收到了英国寄来修改后的连接环。在英国那边就很快就把它切掉，切掉之后，然后就把它寄过来，因为很快要打包了，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还是再把这个没有完成的部分把它做完，这样子。整测团队准备再进行一次测试，这一次他们能够成功吗？那要注意说，这边这个箭头是 Y 正 Y， 就是
solar array 在这个方向，那 pipe 在这个方向，该把那个 GPS 的问题应该解决掉，因为它进来15 mm 应该是 OK 的。即将要见真章了。先停，下面往上看看里面 MR 有没有压到？没有。好，这边 OK。对啊。连接环完美密合，这将确保在装填燃料的过程中安全无虞。好，张展鹏团队只希望不要再出现类似的突发状况。他们必须即刻着手打包卫星与所有设备。这不仅又是一项大工程，而且得分秒必争，赶在运送前处理完毕。福卫7号不但能提供前所未有的天气资料，还能协助科学家开拓新的领域，预测太空天气。太阳辐射跟电离层的带电粒子会严重影响通讯跟导航系统。而在福卫7号升空之后，可以为太空天气预测带来突破，让我们对太阳风暴预做准备。前提是台湾国家太空中心得先把所有设备运到美国发射场，而且要赶在期限之前。眼前的卫星蝶形天线肩负着关键任务，它要与时速28000公里，相当于超过20倍音速的卫星群取得通讯。它是由位于新竹的国家太空中心直接操控，这是其中一座台湾地面站。Operation Team， 现在我们要开 SETI 0跟1来检查 panel 的 AZ-1 角度。今天，工作人员将模拟福卫7号升空以后首次和地面的通讯。第一步，将启动卫星，展开太阳能板。他们必须赶在卫星通讯范围12分钟之内，完成一连串复杂的指令，而且要联系6颗卫星。距离卫星升空的日子越来越近。福卫7号的计划主持人朱重慧深知，每一次的演习都非常重要。对哪一颗卫星做什么样的处置，下什么样的指令，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的，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12分钟稍纵即逝，模拟卫星早已飞出了通讯范围。我们检查了6颗卫星的状态，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不断的演练，最担心的状况就是卫星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点，做模拟操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的问题。团队必须不停地测试，尽可能发现问题，并且立刻解决。当发射日到来，就没有失误的空间了。福卫7号将要搭乘堪称地表最强的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升空，使用的是创造人类历史的39A 发射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半世纪以前，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前所未见的壮举。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这次的登月任务开启了太空时代的辽阔视野，也提供了人类看待地球的全新观点。而福卫7号承接了这份神圣使命，延续人类对太空以及我们居住的星球解开更多的谜团。We have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Athena, carrying the 尤其今年正逢台湾首颗卫星升空的20周年，让福卫7号的发射更具意义。福卫7号计划主持人朱重慧与电机工程师叶嘉靖是20年前国家太空中心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因为我跟叶嘉靖都是福卫1号，那时候我们叫华卫1号派驻美国的工程师，我们那个时候才20几岁。这个女孩子也不错哈，那我就去追求她。当然从比如说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的相处，就是说她也是表现得比较大方啊。所以
那时候可能是在每天一起工作的状况下，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渐渐的走在一起。这两人因为一起为台湾太空梦想一起共事而共组家庭，同时一起努力为台湾发射第1枚卫星。我还记得发射那一天，我们就带着一个那个装 baby 的那个篮子，就提来太空中心，然后就交给门口的阿伯说：“你帮忙看一下。”然后那个阿伯就跟我们家的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如今福卫7号是他们最新的挑战。叶家劲负责庞杂的电力系统，朱重惠则要整合繁复的国际合作。英国我们的次合约商，他们的计划主持人已经换了好几个，我们的美国的 partner， 他的计划主持人也换了，那他却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可以从头做到尾，真正做出来的才是厉害。但有些事情还是超出了他的掌控，因为 SpaceX 测试新的火箭，而让福奇的升空计划延宕了3年之久。现在升空日期总算拍板定案，必须在期限前完成打包装运。基本上等一下动作先check所有历史，然后把cover把它转过来，再换3年。这6枚卫星历经了10年的研制，耗资好几亿美金。卫星配备的先进仪器出自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装运时一点点失误都可能无法挽回。每个运送箱要装2枚卫星，内部都能控制温湿度，而且都有吸震装置。要运到美国佛州的不止6枚卫星，所有发射前需要的检测跟辅助支援设备都要一起运去。那从运送到发射场到发射中间，我们只有66天的时间。那这个66天时间，如果你少了东西或缺了什么东西，等于说你耽误到整个发射，其实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装运倒数计时，朱重惠跟整个团队都聚精会神。福卫7号会在天气预测跟太空天气研究上提供珍贵的资料。他们能如期打包完成吗？紧迫的时间压力正考验着他们。福卫7号计划主持人朱重惠毕其功于一役，只为了这一刻，确保6枚卫星都能顺利运往美国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的发射场。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国家太空中心机械工程师张展鹏要负责所有装运的细节。我们在前2天已经把所有的卫星都装完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把它卫星它所有的地面辅助支援系统，还有电的部分所有的辅助支援系统都要陆续的装箱。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表就是我们已经在之前都已经规划好了，我们这边总共有52箱。一个螺丝钉放错地方，都可能导致延误，而无法如期升空。装运的日子到了，张展鹏的团队能不能及时装好52个运送箱，而且所有细节毫无遗漏？将来我们到月球观光，可能跟现在的空中交通一样简单。太空领域的大幅创新，开创了私人企业上太空的崭新局面，造就了新太空或太空2.0的竞争态势。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是这场太空竞赛的领先者。SpaceX 在2015年写下了历史新页，猎鹰9号的第1节火箭垂直返回地球，顺利回收。而猎鹰重型火箭是将3枚猎鹰9号火箭绑在一起，能将重达6万公斤的承载送上太空，这就相等于一架装满了乘客的波音737。如果一切顺利，福卫7号就会在下一次猎鹰重型火箭发射的时候，跟另外18枚卫星一起升空。这才只是猎鹰重型火箭的第3次发射，而且是第1次使用回收的火箭推进器，而这项发射任务已经延迟了3年。
SpaceX 也想把它的一些硬体有所提升，所以它不断地在做一些测试，所以会一直延迟到大概现在是2019年。SpaceX 确实需要谨慎行事，因为它也遇到过不少阻碍，要在尖端科技上有所斩获，代价往往是天文数字。装箱终于大功告成，但6枚卫星能不能平安运到美国，然后顺利升空，都还是未知数。今天，划时代的福卫7号要离开待了很多年的家，正式踏上征途。计划主持人朱重慧从一开始就关注着 SpaceX 跟猎鹰重型火箭的进度，有一点比较兴奋了，因为前几天看到那个Vulcan Heavy 就是他送那个 LBC 非常成功，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发射能够跟他们一样顺利。确定了吧？确定了。整测组长陈维军正与团队确认运送的细节。不是，我们先把版本先敲定，在开会的时候，他是讲拖车的前导是停车，前导车不要，好，停车在这边。福卫7号正在前往桃园国际机场的路上。这项台美合作的计划历经10年，耗资2亿美元，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小心。卫星要先在温控库里待上1夜，第2天上午货机才会起飞。我们因为这边仓库区的没有做任何温度的调节，只有这个温控库，我们可以将温度设定在20度C，这个避免卫星运送箱里面的卫星会超过它容许的范围，上限在30度C，下限在-10度C。如果超过的话，会损及卫星电池的寿命。陈维军组长再次检查温湿度控制的系统。最主要以这个为主。现在停了，停了。除湿机的位置在这边。它的排水有了哈。有看到啊。做设计，做插件。整个团队花了很多年才走到这一步。接下来还有越洋的长途飞行，以及升空前的准备工作。任务要能成功，压力是无比沉重的，但要有了丰硕的成果，就能让全世界惊艳。